歌剧魅影，加斯东勒鲁。第5章，第5号包厢序。说完这话，理查德先生便不再理会巡视员，转而与刚刚进来的管理员商讨起各种事务。巡视员以为自己可以离开了，于是极其小心的悄悄转过身，正要挪向门口，理查德先生却察觉了他的小动作，一声怒喝定住了这个可怜虫：“站住！”在雷米的安排下，他们派人去请来了那位引座员，他同时也是普罗旺斯街的门房，住处离歌剧院仅几步之遥。他很快就进来了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吉里妈妈。”“您肯定认识我，经理先生，我是小吉里的妈妈，也就是小梅格。”他说话的语气既粗鲁又严肃，一时竟让理查德先生怔住了。他打量着吉里妈妈松垮的披肩、磨损的鞋子、一件旧塔夫绸裙子、一顶烟灰色的帽子。从经理的神态可以明显看出，他根本不认识，或者不记得认识吉里妈妈，甚至连小梅格也不记得。但吉里妈妈的自尊心极强，这位著名的引座员，我恐怕他的名字正是后台行话中众所周知的吉里士做派一词的来源。例如，如果一位女演员指责同事搬弄是非、说长道短，她会说：“这真是吉里士的做派。”想当然地认为全天下的人都认识他。“我不认识你。”经理最后说道，“但是，吉里夫人，这并不妨碍我想知道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以至于您和巡视员不得不请来一位市政警察。”“我正想见您呢，经理先生，想跟您谈谈，免得您遭遇德比安纳先生和波利尼先生那样的不幸。他们起初也不愿意听我的。”“我没问您那些事，我问的是昨晚发生了什么。”吉里妈妈气得满脸通红，从未有人用这种口气跟她说过话。她站起身，似乎准备离开，已经开始整理裙子的褶皱，并有尊严地抖动着她那顶烟灰色帽子上的羽毛。但她转念一想，又重新坐下，用高傲的语调说：“发生的事情就是，有人在打扰幽灵。”眼看理查德就要爆发，蒙莎曼赶紧介入，主导了询问。结果发现，吉利妈妈认为，在一个空无一人的包厢里，听到有声音说里面有人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。她无法解释这种对她而言并不新鲜的现象，只能归结为幽灵的干预。没人能在包厢里看见幽灵，但人人都能听见她的声音。她自己就经常听到，而且她的话绝对可信，因为她从不撒谎。他们可以去问德比安纳先生和波利尼先生，以及所有认识他的人，还有可怜的伊西多尔萨克先生。幽灵打断了他的腿。“哦，是吗？”蒙莎曼打断道，“幽灵打断了可怜的伊西多尔萨克先生的腿。”吉里妈妈瞪大了眼睛，眼神里充满了对这种无知的惊讶。最后，他才勉强同意给这两位可怜的门外汉科普一下。那件事发生在德比安纳先生和波利尼先生当经理的时候，地点总是在第5号包厢，同样是在上演浮士德期间。吉里妈妈清了清嗓子，她开始了。看样子，她似乎准备把古诺的整部歌剧都唱出来。“事情是这样的，先生。那天晚上，第1排坐着马尼埃拉先生和他的妻子，他们是莫加多尔街的珠宝商。马尼埃拉夫人身后坐着他的密友伊西多尔萨克先生。当时梅菲斯特正在唱，吉里妈妈哼唱起来：‘你这假装睡着的惹儿。’这时马尼埃拉先生的右耳边，他妻子坐在他左边，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：‘哈哈，假装睡着的才不是朱莉。’他妻子正好叫朱莉。马尼埃拉先生向右转头，想看看
是谁这样对他说话？没人。他揉了揉耳朵，自言自语道：“难道我是在做梦？”这时，梅菲斯特继续唱着：“我是不是让经理先生们觉得无聊了？”不，不，请继续。你们太客气了。吉里妈妈做了个鬼脸。好吧，梅菲斯特继续唱着。吉里妈妈哼唱：“我所爱慕的卡特琳娜，为何要拒绝向你恳求的情人一个如此甜蜜的吻？”引号分号。紧接着，马尼埃拉先生又听到，总是在他的右耳边，那个声音说：“哈哈，朱莉才不会拒绝给伊西多尔一个吻呢。”引号点。他猛地转过身，这次是朝着他妻子和伊西多尔那边。他看到了什么？伊西多尔正从后面握住他妻子的手，在他手套裸露出的那一小块手背上不停地亲吻，就像我跟你们讲的这样，先生们。基里妈妈亲吻着自己丝绸手套露出的那块肉，于是您可以想象，事情没那么简单就结束了。啪啪，马尼埃拉先生，他人高马大，就像您一样。理查德先生对着伊西多尔·萨克先生左右开弓就是2巴掌，而萨克先生又瘦又弱，就像蒙沙曼先生一样。希望我没有冒犯您。这下可闹出了大乱子，大厅里的人都在喊：“住手，住手！他会打死他的。”最后，萨克先生总算逃脱了，所以幽灵并没有打断他的腿。蒙沙曼评论道：“他有点不快，因为自己的体格给吉里妈妈留下了如此平庸的印象。”是他打断的，先生。吉里妈妈用强硬的语气反驳道。他很清楚对方语气中的不悦，是在大楼梯上摔断的，因为他下楼太快了。先生，摔得可不轻，他要想再爬上来，可得等好一阵子呢。是幽灵告诉您他在马尼埃拉先生右耳边说的那几句话吗？负责审问的蒙沙曼问道。他依然保持着一本正经的严肃表情，觉得这非常滑稽。不，先生。是马尼埃拉先生亲口告诉我的。就是这样。但是您跟幽灵说过话吗，我亲爱的夫人？就像我现在跟您说话一样，我亲爱的先生。那幽灵跟您说话时都说些什么呢？哦，他叫我给他拿把椅子。说完这句话，吉里妈妈的脸变得像大理石一般僵硬。黄色的带有红色条纹的大理石，就像支撑主楼梯的那些被称为萨朗科兰大理石的柱子一样。这一次，理查德放声大笑起来，蒙沙曼和秘书雷米也跟着笑了起来。但是，有了前车之鉴的巡视员却没有笑，他靠着墙，紧张地在口袋里摸索着钥匙，琢磨着这场闹剧到底会如何收场。吉里妈妈的口气越是傲慢，她就越是担心经理会发火。但面对经理们的大笑，这位夫人竟敢变得气势汹汹，是真的气势汹汹。与其嘲笑幽灵，她愤怒地喊道：“你们还不如学学波利尼先生，他可是亲身领教过的。”领教过什么？蒙沙曼问道。他从未觉得如此有趣。幽灵，还能是谁？你们瞧着吧。他突然平静下来，因为他判断此刻事关重大。你们瞧着吧，我记得就好像昨天一样，那次演的是犹太女波利尼先生想一个人在幽灵的包厢里观看演出。克劳斯夫人当时大获成功。她刚唱完你们知道的第2幕的那段，吉里妈妈低声哼唱：冒号。靠近我爱的人，我想活着并死去，纵使是死亡本身，也不能将我们分离。好了，好了，我记得。蒙沙曼先生带着令人泄气的微笑承认道。但吉里妈妈继续低声哼唱，摇晃着她那顶烟灰色帽子上的羽毛。
前进吧，在此，在天国，同样的命运如今正等待着我们两人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们知道。理查德再次不耐烦地重复道。然后呢？后来怎么样？然后就到了利奥波德喊我们快逃的时候，对吧？然后以利亚撒拦住他们问：你们要跑到哪里去？哦，就在那个时候，波利尼先生，我当时正在旁边一个空着的包厢深处观察他，突然猛地站起来，像一尊雕像一样僵硬地走了出去。我只来的即像以利亚撒那样问他一句：您要去哪里？但他没有回答我，脸色比死人还要苍白。我看着他走下过道，但他不是那个摔断腿的人。不过他走路的样子就像在做梦，像在做噩梦，连路都找不到了。而他平时总吹嘘自己对歌剧院了如指掌。吉里妈妈这样说着，然后停了下来，观察他的话产生了什么效果。波利尼的故事确实让蒙沙曼低下了头。这一切还是没解释清楚，在什么情况下，以及如何，歌剧院的幽灵向您要了一把椅子。他坚持问道，目光紧盯着吉里妈妈。哦，是从那天晚上起，因为从那天晚上起，他们终于不再打扰幽灵了。他们不再试图夺走他的包厢。德比安纳先生和波利尼先生下了命令，每场演出都要为他预留。于是，当他来的时候，就向我要他的椅子。哟，一个要椅子的幽灵？难道您的幽灵是位女士吗？蒙沙明问道。不，幽灵是个男人。您怎么知道？他有男人的嗓音。哦，一种非常柔和的男人的嗓音。我告诉您事情是怎么样的。他来歌剧院的时候，通常在第一幕演到一半时才到。他会在第5号包厢的门上轻轻敲3下。您能想象我第一次听到那3下敲门声时有多么好奇吗？因为我很清楚包厢里根本没有人。我打开门，我听，我看，没有人。然后我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：朱尔斯夫人，这是我过世丈夫的信，请拿把椅子来。请原谅，经理先生，我当时吓得脸都白了。但那个声音继续说：别害怕，朱尔斯夫人，是我，歌剧院的幽灵。我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，那声音，说实话，是那么和蔼可亲，那么热情好客，我几乎都不害怕了。那个声音，经理先生，就坐在第1排右边的第1个扶手椅上。虽然我在扶手椅上看不到任何人，但我可以发誓那里确实坐着一个人，而且在说话，而且我向您保证，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人。第5号包厢右边的那个包厢有人吗？蒙沙明问道。没有。第7号包厢和左边的第3号包厢一样，都还没人，演出才刚刚开始。那您做了什么？哦，我给他拿来了小凳子。很显然，他要椅子不是为他自己，是为他的女伴。但那位女士，我从未听见过，也从未看见过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现在幽灵竟然还有位夫人？蒙沙明先生和理查德先生的目光同时从吉里妈妈转向巡视员。巡视员站在引座员身后，拼命挥舞着胳膊，想引起上司的注意。他用食指敲着自己的额头，做出绝望的样子，示意2位经理。这位朱尔斯妈妈完全疯了。这番哑剧最终让理查德下定决心，要开除这位手下竟然有个疯疯癫癫的引座员的巡视员。而这位好心的妇人还在继续说着，完全沉浸在他的幽灵世界里，此刻正赞美着他的慷慨。演出结束时，他总会给我40苏的小费，有时甚至给100苏。
要是他好几天没来，有时甚至会给10法郎。只可惜，自从你们开始打扰他之后，他就什么也不给我了。请原谅，我亲爱的夫人。听到这种持续的熟络称呼，烟灰色帽子上的羽毛又抖动了一下。请原谅，但是幽灵是怎么把那40苏给您的呢？天生好奇的蒙沙明问道。乌奇，他把它留在包厢的小桌上。我总是在那里找到钱，旁边还有我一直带给他的节目单。有些晚上，我甚至能在我的包厢里找到鲜花，一朵大概是从他女伴领口掉下来的玫瑰。我敢肯定，他有时是和一位女士一起来的，因为有一天他们忘了一把扇子。哈哈，这么说幽灵忘了一把扇子，那您拿它怎么办了？哦，我下次有机会就还给他了。这时传来了巡视员的声音。您没有遵守规定，吉里夫人，我要罚您的款。闭嘴，你这笨蛋！费尔曼·理查德的男低音。您把扇子带给了他，然后呢？然后他们就拿走了。经理先生，演出结束时，我就再也找不到了。证据就是他们在原地留下了一盒英国糖果，就是我爱吃的那种。经理先生，这是幽灵的好意之一。好了，吉里夫人，您可以退下了。吉里妈妈带着她从未失去的某种尊严，恭敬地向2位经理行礼告退后，他们便告知巡视员，他们决定不再需要这位老疯婆子的服务了。然后他们解雇了巡视员先生。在巡视员先生唠叨了一番自己对剧院的忠诚之后离开后，2位经理吩咐管理员准备巡视员先生的结算单。当办公室只剩下他们2人时，2位经理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同一个念头：去第5号包厢看看。我们将跟随他们前往那里。